大家好啊，歡迎收睇今集 Uncle B 啊。咁啊，話說咧，小弟有唔少朋友咧，呢排都好似有啲煩惱，即係30歲又好，廿零歲又好，移咗民嘅好，定未移民嘅好。咁我喺度諗就，即係有啲咩可以幫到佢哋咧？咁啊，我發現好多時候咧，好多人嘅問題咧，其實都係即係自己呃自己又好，或者自己作繭自綁嘅。其實好多時候啲問題咧，其實自己係解決到嘅，只不過可能自己有一啲前設，或者有啲 assumption，或者可能都係懶啦咁樣。咁我發現即係有啲咩工具係最可以幫到作繭自綁嘅情況咧？我發現就係真係呢個塔羅牌。咁啊，我小弟咧都對塔羅牌咧都略懂。咁啊，就所以打算咧就出一個系列咧就講塔羅牌。咁啊，我就個人認為咧，就係塔羅牌唔係啲咩神怪嘢嚟嘅，亦都唔係啲乜嘢玄學嘅東西。我覺得，但係佢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咧，就俾讀牌嘅人咧，就自己真正去了解自己，真正解決自己作繭自綁嘅問題啊。因為即係我成日覺得，任何讀牌師啊或者塔羅師咧，都唔及你自己同自己解咧就最好。因為其實你問緊嘅問題或者你要解決嘅問題，其實係你潛意識嘅問題。咁而最能夠幫你解決你潛意識問題嘅咧，就係你自己。咁啊，因為坊間太多，我覺得就塔羅牌係一啲神怪啊、遠古時代已經喺度嘅嘢啊，有神秘力量啊，跟住又，但係其實 at the end of the day 嗰個所謂塔羅師或者叫幫你讀牌嗰個咧，就用埋一啲心理學技巧，譬如 cold reading 啦，即係講啲阿媽係女人嘅嘢，或者講到你好叻咁樣，咁因為人係有個 tendency 去相信一啲人哋覺得你叻啊，或者叫做講啲阿媽係女人嘅嘢，跟住加啲阿媽唔係女人嘅嘢落去，咁你又覺得好準咁樣。咁我覺得就有啲浪費咗塔羅牌呢個工具，即係變咗一啲神棍斂財嘅工具。其實應該係一個好好大家攞嚟即係自己認清自己嘅東西。喺呢一系列嘅塔羅牌嘅系列入邊咧，之後我會再逐張牌講解嗰個意思啦，同埋嗰個讀牌嘅方法啦。咁啊，但係今集咧，我先同大家 establish 翻嗰個根本先，即係講翻塔羅牌嘅歷史啦。咁啊，究竟係從何而來啦？咁啊，又會受到啲乜嘢？中間有啲乜嘢 movement 影響，會成為今時今日我哋覺得有神怪力量啊，或者叫做有啲好玄嘅宇宙力量啊，咁攞嚟讀牌咁嘅東西。咁其實講到最後，其實都係大家用嚟讀自己潛意識嘅工具啫。我覺得咁亦都係有呢個卡翁嘅 support 啊，咁啊可以攞嚟自己讀自己工具。第一集應該先講翻究竟嗰個塔羅牌來源啦，個歷史喺邊啦，同埋應該係一個咩嘅角度去睇塔羅牌或者讀牌咯。我覺得，因為唔係坊間好多誤解，不過我覺得好多人嗰個睇法會變咗迷信啊。我自己覺得，所以呢，今日呢就同大家講解下。先嚟第一部分就係講呢個塔羅牌嘅歷史先啦。咁因為你唔知道歷史，其實你好難。即係首先你會諗，喂，塔羅牌得唔得㗎？咩嚟㗎？究竟係聽完佢講自己呃自己啊，定係即係用埋啲所謂 cold reading 嘅手法，即係心理學手法去令到你覺得佢好了解你呢？咁即係人好容易信嘅啫嘛。咁但係信係冇事實基礎㗎嘛。咁我哋呢啲 man of science 梗係揾翻佢個原本係來自邊度啦。咁係咪先？其實塔羅牌咧最開頭咧源自於呢個14世紀嘅，咁啊先喺歐洲度出現，即係如果叫塔羅牌呢個形狀啊，咁啊因為佢原本其實應該係阿拉伯嘅一啲gaming 嘅一啲卡牌嚟嘅，我相信就係睇翻啲資料咧就係話係我哋嘅啤牌或者係塔羅牌嘅前身咧，就係呢一種咁嘅阿拉伯嘅玩意，咁但係呢個玩意就已經好似係失傳咗噶啦。14世紀咧就傳到去歐洲，
最早現存嘅塔羅牌咧係一個叫做 Jacquemin Grignon 啊，就係為咗法國皇帝 Charles the Sixth 咧，咁啊1450年左右就整咗一套叫 Visconti Sforza 嘅塔羅牌。咁啊現今現存全世咧仲有74張嘅，係最清楚、最古老，咁亦都係即係鑲晒金咁樣嘅。咁啊藝術品嚟嘅，即係類似佢哋攞嚟，其實係啲貴族啦，以前食完飯啊參加埋舞會，咁返房冇嘢做，咁點樣娛樂自己啊？就大家一齊喺度攞啲牌出嚟睇下、望下、玩下咁。咁啊，你當類似，如果去故宮博物館咧，會見到啲康熙皇帝嗰啲咁嘅小玩意啊，即係將啲大型嘅物品會有啲工藝工匠將佢變咗小型嘅 figure 咁，即係可能整張迷你嘅凳咁俾皇帝玩。以前塔羅牌嗰個即係脫離咗阿拉伯人攞嚟當玩具咁樣去玩之後咧，就去到歐洲世界咧就變成一啲咁嘅玩意嚟嘅。所以即係往後點解塔羅牌係慢慢變成攞嚟占卜用嘅工具呢？點解又穿鑿附會又話乜嘢遠古源自於埃及啊，或者點樣乜嘢有神力啊？嗰啲又點樣嚟嘅呢？咁我依家慢慢講解。即係繼續講翻嗰個歷史，就去到玩牌嗰度呢，就其實如果係一個遊戲咁樣去玩呢，大概係1332年嘅時候呢，有個手稿嘅，咁啊係一個意大利人叫 Martiano da Tortona 嚇，咁啊。佢就係當時咧叫做最早期將塔羅牌變成遊戲嘅一個人啦，或者應該有傳記錄啊，應該咁講，有傳記錄最早有人將塔羅牌係玩啤牌咁玩嘅玩法記錄成手稿嘅人就係呢個人啦。咁意大利佢哋叫做 Tarocchi 或者叫做法文就 Tarot 啦咁樣。呢份手稿就係即係最早有呢個記載塔羅牌當呢個 playing card 嘅玩法啦，咁其實呢個因為冇其他再早啲嘅手稿大家揾到啦，咁所以大家就認為係大概呢個時間啦咁樣。即係我自己科學咁去諗，就人類有文字記錄啊，或者叫做寫低啲嘢都係早到可能你當 B.C. 00年咁樣，即係耶穌出世嗰年都已經有人寫緊字啊。咁如果1332年先出現手稿嘅話，我諗塔羅牌呢樣嘢，就算早都應該係早多100年或者200年啫，即係唔會做得太離譜嘅。咁所以我覺得用14世紀做 reference 去形容呢個塔羅牌開始出現咧，我覺得係合理嘅。咁你就可以開始揾到個脈絡咧，就係塔羅牌源自於14世紀嘅。咁嗰陣時係啲乜嘢狀況咧？就係好多時候都係一個國家都係由皇帝統治啦，未有民主啦，未有法國大革命啦。法國大革命都可能17、18世紀先至開始出現啦。咁即係冇現代嘅民主體制啦。咁亦都係當時科學未到咁興盛啦，即係啱啱係未到呢個所謂啟蒙運動啦。歐洲人開始啲伽利略啊，或者叫做馬丁路德開始反羅馬教廷啊。咁即係基本上成個歐洲地方咧都係仍然係受深重嘅濃厚嘅宗教思想影響。咁當時亦都盛行嘅咧並唔係而家當代現代嘅科學，而係咧呢個煉金術。咁即係講緊呢個宇宙咧，或者呢個地球係由呢個5大屬性咧就創造出嚟嘅，就呢個風火水土咁樣。咁大家明白咧，塔羅牌係一個咁樣嘅氣候同環境開始出現呢，咁你就明白點解塔羅牌去一啲形象上啊，即係呢啲咁嘅劍啊、杯啊、金幣啊、仲有嗰個木棒啊，或者叫做 staff， 有人叫 staff， 有人叫 wands 啊，咁啊，點解會係呢啲咁嘅形象呢？咁其實都係因為呢個某程度上係金木水火土咁樣嘅形象嘅變化嚟嘅。咁所以咧，亦都係咁咧，就喺18同20世紀咧，其實先至開始將塔羅牌咧就當成一個叫做睇未來啊，或者 fortune telling 啊，或者係叫做 divination 嘅工具咁樣。至於點解咁多人 claims 話塔羅牌係極度古老啊，源自於古埃及咧？咁咧就最主要咧係因為當時咧就19到20世紀啦，咁啊。叫做一啲 occultism 啊，即係一啲離經叛道嘅一啲
揾翻啲古希臘啊、古埃及啊嘅文獻啊，然之後係做一啲叫做類似邪教儀式啊咁嘅一啲會呢。咁就開始將塔羅牌咧做成一個攞嚟做 reading 嘅工具。其中一個最出名嘅會啦，就叫做 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咁啊，就咁講呢個名咧，大家咧就應該未聽過嘅，或者好少聽過啦。咁除非真係對塔羅牌都有深入研究。咁佢出咗兩個最主要人物嘅，或者其實入邊都有好多對塔羅牌有影響嘅人物。咁但係今日我淨係提兩個啦。Rider Waite 唔係一個人嚟嘅，夾埋咧就出咗依家大家面前見到嘅呢一副，即係最出名或者西方世界經常會見到嘅，就係 Rider Waite 嘅呢個韋特嘅塔羅牌啊。另外一個咧就係出名係一個黐線佬咁樣嘅一個神怪嘅一個邪教人物咁樣嘅物體啦，咁叫 Aleister Crowley 啊。Aleister Crowley 咧就係佢出咗一本咧叫做 Book of Thoth， 亦都咧有一套塔羅牌咧就係叫做 Book of Thoth 嘅。咁有玩塔羅牌嘅人咧都應該知道佢噶啦。咁咧亦都係佢咧係第一個主張咧，或者係佢推廣得好啦嘅主張咧，就係呢個塔羅牌咧就源自於呢個古埃及嘅咁樣。咁就係因為佢呢個用佢嗰本生命之書啊 Book of Thoth， 即係呢個古埃及嘅生命之書，咁啊去推廣塔羅牌源自於古埃及嘅呢個睇法或者概念啦。嗰本書入邊啦，其實有即係講星座啦，講塔羅牌啦，講風火水土係點樣去互相去攞嚟傳譯同埋影響同埋去講解塔羅牌啦。咁啊，亦都有一啲係入邊講到一啲可能係猶太卡巴拉秘教嘅嘢啦，亦都當然有古埃及嘅一啲神子啊，即係死神啊，或者呢個點樣將人死後復生啊，咁樣呢啲咁嘅 symbol 啊，或者呢啲咁嘅講法。咁所以佢嗰副 Book of Thoth 嘅塔羅牌咧係更加多埃及嘅 symbolism 嘅。但係咧呢啲咧都係我覺得唔重要嘅，即係點解唔重要咧？就係坊間會講話大家揀一副啱自己睇嘅卡牌啊嘛，或者有自己有所謂自己有聯繫嘅卡牌啦。我覺得呢樣嘢係講得好好嘅，即係我會點解讀呢？就係其實呢，因為我自己個人認為呢，塔羅牌呢並不應該將佢睇為一啲好神怪嘅東西，或者一啲好迷信嘅東西，而係佢係一副好好嘅工具呢，係俾大家自己呢去反思同埋面對真實咁樣去面對自己啊，應該咁講。因為即係人好得意嘅，即係一個自我保護機制呢，令到自己嗰個生活過得好呢。或者叫短暫地覺得好啦，即係現時此刻可以覺得自己開心快樂咧，最容易嘅就係自己呃自己。咁而點樣可以幫大家即係了解自己更深，或者根本自己都唔察覺嘅東西，或者自己呃自己嘅東西可以突破到佢呢？我覺得就靠塔羅牌其實好有用嘅。咁啊，因為喺自己讀牌嘅一個過程呢，你就係一個誠實咁樣面對自己，同埋反思緊你依家呢個階段嘅人生做緊嘅東西係咪正確，或者叫做係咪有進步或者叫改善嘅空間嘅地方。咁所以點解話要塔羅牌要揾一副同你有 connection 嘅呢？就係因為所謂有 connection 就係其實你讀得懂佢咯，或者感受到佢。咁你讀得懂感受到，你先至可以攞嚟自己同自己去解釋噶嘛，去睇噶嘛，去睇完之後先至可以誠實面對自己噶嘛。呢一個講法呢，或者叫做一個呢個咁心理學流程呢，就並不是我自己本人亂噏嘅。咁啊，其實呢，喺呢個20世紀初呢，咁啊有一個出名嘅叫榮格啊，卡翁。我諗即係又係玩塔羅牌啊，或者心理學有認識嘅朋友呢，都一定聽過噶啦。九型人格啊，咁啊一啲 psychoanalytics 嘅，即係自從呢個弗洛伊德之後。再重拾佢嗰個衣缽，繼續即係發揚呢個精神分析心理學嘅呢個大師啊，就呢個卡翁。咁啊，同埋會講述到佢一啲小朋友嘅 development 嘅一啲心理學啦。佢喺當時嗰個學術界咧，都被認為係比較即係都叫做離經叛道嘅，或者叫做係傾向一啲叫做神秘主義啦，或者 mysticism 嘅東西啦。即係我個人就覺得心理學都應該咁樣行嘅，因為
其實人腦係冇人能夠明白同了解嘅，唔係就咁懟入去 MRI 度 scan 完邊度 activity 咁嗰啲 neuroscience 就我覺得係將人類呢個肉體或者一個腦咧太過物質化，即係始終有一啲精神層面嘅東西咧，我覺得係現今科學無法探求嘅。當然，我覺得有一日可能都會揾得到嘅，科學都有能力去到嗰個位，但係唔係今日啦。係啦，咁所以咧，卡翁咧亦都係有用呢個塔羅牌咧，就做一啲 therapy 嘅，幫啲病人咧就係去了解自己咁樣咁去用嘅。亦都有好多卡翁嘅講緊嗰個原型啊 persona 啊咁嗰一類嘅人嘅一啲性格啊，或者點樣喺大眾面前展現自己嘅性格啊嗰一面啊，我覺得都係講完之後咧，睇完之後咧。佢講嘅道理同呢個塔羅牌咧，我覺得都係某程度上係去相通嘅，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咧，係俾大家就自己去解讀同睇。塔羅牌就大概係咁，即係原本就係唔係神怪嘢嚟嘅，都係 playing card，你當係啤牌嚟嘅啫，攞嚟玩呢個鋤大 D 嘅。咁但係慢慢就轉變咗成為一啲貴族攞嚟玩樂嘅，攞嚟欣賞嘅玩意啦，叫做。再到中後期就開始就俾一啲叫做 occult 嘅一啲 group 就攞嚟當呢個有讀牌或者 fortune telling 嘅能力，到可能再近代啲嘅呢個卡翁咧，就將佢當係一個自己 self revelation 嘅一啲，或者叫做自己誠實面對自己去真係探討自己嘅潛意識嘅一套工具。咁啊，我自己就當然都比較 buy 係最後嗰個嘅，因為大家睇翻歷史其實。塔羅牌並不是什麼神奇東西，都係14世紀人類創造。咁啊，簡單啲講解下塔羅牌啦。咁大概就係有分兩大套件啦。咁啊，就係呢個叫做 Major Arcana 先啦。Major Arcana 其實同你一啲重要嘅人生嘅事件咧係有掛鈎嘅。咁佢第一牌係叫 The Fool，第一隻牌叫 The Fool 啦。咁啊，跟住就係 Magician 啊 ，High Priestess 啊。咁啊，再慢慢走落去，其實係一個生命週期嘅一個故事嚟嘅。如果你睇翻嗰個牌嘅脈絡嘅話，某程度同易經啊，或者其實簡單啲比喻就四季啦，即係人有春夏秋冬。A Major Arcana 就係 indicate 翻你依家呢個狀態係喺你呢一段人生故事嗰個 phase 入邊啊，係經歷緊一個咩 phase？ 咁啊，譬如 The Fool 嘅話就係你見佢戇居居咁樣，就喺個懸崖上，就其實對而家嚟緊嘅東西係什麼都未知，咁佢係嚟緊踏上一個征途。咁呢個征途咧就係由 The Fool 開始，咁啊去到結尾咁樣。而講緊另外有4 set 咧，就係叫做 Minor Arcana 啦。Minor Arcana 就最主要 indicate 一啲再 detail 嘅、再細緻啲嘅你人生發生緊嘅東西。分咗都係呢個 staff 啦，或者 wands 啦 ，swords 就劍啦 ，pinnacles 或者叫做 coin 啦，咁啊就呢個金幣啦，仲有呢個 cups 嚇，咁啊就係呢個杯啊。咁就10張牌，咁另外再額外咧就加咗有張 ace 啦，有張 page 啦，有張 knight 啦，有張 queen 啦，有張 king。咁所以亦都點解明白點解佢？又劍又權杖又呢個杯又金幣，跟住點解又係啲乜嘢騎士啊 Queen 啊咩嘢 King 啊？因為其實呢套嘢嗰個發明嘅時候係喺中世紀嘅歐洲嘛，咁呢啲嘢係人類面對或者個社會階級體系會見到嘅東西，而呢啲咁嘅權杖啊劍啊金幣嘅杯咧就係、佢哋每日啦，或者喺宗教儀式上邊會見到嘅東西啦。當時都仲係耶教，即係呢個基督宗教啊，咁啊就係歐洲主要嘅宗教，或者叫做全部都係國教嚟噶啦。教廷嗰個地位係高過皇室嘅添咁樣。係啦，咁塔羅牌咧，大概嗰個 big picture 咧就係咁樣。今集就講咁多先，咁啊講咗個歷史啦，講咗個如何去用啦，應該點樣去對待塔羅牌啦，我會形容為。同埋有分大概 Major Arcana 同 Minor Arcana 係什麼東西啦。咁嚟緊就再同大家講解，可能每張兩張咁樣講解
佢入邊其實一啲咁嘅 symbolism 啊，係代表嘅啲乜嘢？將會講嘅呢啲咁嘅 symbolism 其實都係即係當時畫嘅人啦。我盡量講翻係佢哋係源自乜嘢嘅文化背景同歷史背景，同埋有咩睇法啦。咁但係都係嗰樣嘢，因為塔羅牌係認識自己嘅工具。我覺得即係講得低能啲或者叫做不負責任啲，就係其實你睇到係啲乜呢？就比較係啲乜咁，但係當然你都係真係認真咁樣去直觀佢啦。因為其實潛意識會話俾你聽，其實你呢家經歷緊啲咩問題，同埋你應該面對自己啲咩問題。只不過平時日常生活就係好興自己呃自己啫。咁其實如果你識得自己誠實面對自己呢，其實都唔係好需要塔羅牌嘅。亦都有呢個 mindfulness 或者啲叫靜觀嘅話，你可以觀到自己嘅，即係感受到自己嘅對某啲事件或者人嘅行為產生嘅反應，究竟係一個好嘅反應，或者可唔可以再改善嘅反應？其實你自己都可以自己調節到嘅，但係因為有啲人係需要塔羅牌幫助咯。今集係咁多先，歡迎有啲咩問題呢？下邊留言問一問，話我聽，即係塔羅牌問題又好，或者你想睇塔羅都可以嚇。咁我哋話我聽嚇，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